婚礼进行到交换戒指的环节时，我无意间看到席下坐着一个陌生女人，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和老公。强烈的第六感告诉我这女人不对劲，果然吃饭时，婆婆笑意盈盈地挽着她走了过来。小颖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阿泽在老家的女人，那时候她年纪小，办不了证，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照顾我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。月月心地善良，不会跟你争宠的，我家耽误了她这么多年，也该补偿一下她对吧？你应该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吧？我错愕地看着老公，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此刻亲戚都在外头，老公范泽站在我面前，满脸无奈。我那时候的确还小，我以为我妈跟我开玩笑的，谁知道是真的。我高中毕业就来 A 市了，怎么知道她在家照顾我妈那么久？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亲戚们都来了，别闹得这么难看，有什么事不能回去再说。范泽语气还算柔和，但我就听出一个意思，不管你多委屈，今天必须得强颜欢笑。范泽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忍，处理好了再给我打电话吧，我走了。当着亲戚朋友的面，头都没回，怎么这么小气？酒席钱不都浪费了吗？城里的丫头片子脾气就是大，多大点事啊？婆婆的声音还在后面继续，我气得用力关上车门，掏出手机给范泽发了信息，这婚别结了。范泽打了电话过来，字字句句全是指责，这么多亲戚朋友，新娘逃婚了，你是故意让我们家丢脸的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哪里丢脸了？新娘没了，你那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范泽大声道，我说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是真的。林颖，你要闹到什么地步？赶紧回来，我有些错了。范泽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只留下一句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见。我和爸妈回了他们家，爸妈知道的情况也是很支持我的，在老家还有一个，这怎么得了？我妈都被气笑了。我爸沉着脸一直摇头，这家庭情况，你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，离婚必须离婚，因为我们当时是先领证后办酒的，所以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可是我到了民政局，迟迟没看到他的身影，打个电话过去，是他不耐烦的语气，谁说要跟你离婚了？林颖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，怎么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？是，以前的我的确很善解人意，可他也没告诉过我，他在老家还有个老婆啊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一个女孩子身上都不可能不了了之的，这就算我不懂事了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我现在在民政局等你，12点之前不来，我就要提起诉讼了。重婚罪，这可不是小罪名。即便他没有和那个女孩结婚，但至少可以让我顺利离婚。范泽可能察觉到我的决心，语气软了几分，对不起，宝贝，我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回来吧，我不能离开你。至于那个什么月月，我会让我妈把她送回去的，我保证，以后你再也不会见到她了。我心里的气顺畅许多，真的，毕竟我们在一起了很多年，期间他除了正常的社交，从未和其他女孩有过亲密的关系。突然多出来的老婆，我也不信他一直知情，而且我也不想轻易的舍弃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如果是因为误会的话，那就更不值得了。我只是想恢复以前的生活，和喜欢的人结婚，然后安静的享受这一辈子。所以他的道歉我已经接受了。我来找你。挤进了咖啡厅里，范泽10分钟就赶到了。我已经和我妈说了，她说会考虑一下的。另外，结婚的事情你也别着急，等这件事情办好了，我们再办一次酒席就好了。还有亲戚朋友那边，我已经帮你解释了，没关系的。这次我的火气已经消了一大半。好，那这几天你就别回家了，在你家里好好跟阿姨做工作。她答应了，亲吻了我的额头，转身走了。晚上她给我发了消息，放心宝贝，我妈说下个月就送她回去。为什么是下个月？她隔了10分钟才发了下一条信息，月月好消息。我好像不太想回去，我有点惊讶，她跟着林母一起瞎闹就很离谱了，现在竟然还想来着不走，和我的消息还没发过去，爸妈的电话已经打过来。韩寒，你快回来，月月过来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等我赶到爸妈家的时候，虽然是半夜10点，但整幢居民楼灯火通明，月月正规在我家门口。没错，她红着眼睛，我只想好好照顾然哥和姐姐。我惊呆了，我简直不敢想象，古装电视剧的情节居然真的会在我的生活中上演。邻居们打开门，甚至还有人堵在楼道，满脸嘲笑看着这一切，而我父母正将月月往上拉。孩子，有什么话你进门说吧，太晚了，别打扰邻居休息。月月摇头，拼了命往下坠。姐今天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哭了，跪死在这里。眼看爸妈快要撑不住了，我赶紧过去，朝着月月一笑，月月，你想跟我谈一下吗？她看到我，眼里突然亮起光，不住的流泪。姐姐，我求你了，让我留下吧。我忍着火气，你的要求，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说。如果你要在这里纠缠不休的话，你不会得到任何。你已经对我父母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困扰，再继续下去，我会报警的。他不情不愿，但还是起了身。小区外的街道上，我抱着臂，打量着月月。姐姐，我说了，我不想跟你争宠的，让我留在然哥身边吧。我发誓，我只是想照顾你们。小妹妹，你好好想想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一夫一妻只执行多久？这种事情，就算我默认了，法律也不会承认的。月月是一点也没觉得不好，反倒用气球的眼神看着我。姐姐，只要你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我眼前一黑，差点气冤了过去。我为什么不说？你们侵犯了我的利益，我还得替你们保密是吧？月月红着眼睛咬着唇，看起来有些可怜，但我完全同情不见。姐姐，可是我一直在老家等着然哥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首先，你等着他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愿，还是有人逼你的？如果是你自愿的，那你着实没必要用这种事情来道德绑架我。如果不是你自愿的，那你应该去寻求法律帮助，
而不是在这里想让我为这件事情负责。他愣了几秒，也许没了。我没想到道德绑架在我这里不管用，还有，你如果真想别人不知道你的事情，你也不该跑去我父母那里闹得人尽皆知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不想追究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我和范泽已经结婚了，你现在是在破坏我们的婚姻，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败坏，你好好想一下吧，你年轻又漂亮，是把人生交给一件可笑的，看不到未来的所谓婚姻，还是去找一个更值得的人，主宰自己。月月被我劝走了，其实也不算是劝，他走的时候满脸的不服气，甚至还朝我翻了个白眼，不过我也算看清楚了，月月不是真的傻白甜，也不是真的单纯，他做这些事不是因为他真的无知，相反，他好像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。回家后，我将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范泽，他直接打电话过来，月月竟然会去找你，他的震惊不像是装的，不过却让我有些好奇，他好像是，他很了解月月，所以才这么震惊，他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他不是说自己没跟月月见过几次的吗？可能是察觉到自己失言了，他连忙道你别多想，只是我妈都答应了带他回去，他还去闹，让我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理由倒是很有说服力，我也没再想下去。范泽，这种事情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，明白吗？范泽哄着我，放心吧。果然，过后我也没见过月月，因为我们说好了，月月什么时候走，我们什么时候再举办婚礼。这段时间也没怎么见过范泽，但婆婆来找过我一次，我以为她也是为月月来说情的，可她的态度和之前截然不同。孩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来城里，也不知道城里现在不兴这一套了，委屈你了。说起来有些奇怪，婆婆老家也不算特别落后，正常还有3所学校，思想也不至于这么落后吧。她盯着我，笑容满面，我家阿泽这孩子还是不错的，你们也是真心相爱，千万别为了我一个老太婆做过的蠢事，就坏了这桩姻缘啊。我和范泽扯了证，那婆婆毕竟也算是我的长辈，她都陪着笑来道歉了，我自然不想得理不了人。没事阿姨，只要月月以后不来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就好了。婆婆脸色有些古怪，不过只是一瞬间，她又笑了起来，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，是，她当然不会来了，孩子，咱俩也没见面多少次，但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，现在你嫁进了我家，我当然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你们都已经扯证了，就别再叫阿姨了，对吧？这是想让我改口，可酒席都还没办呢，倒也不是我矫情，只是这婚姻是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不想用任何瑕疵。原本月月的出现就已经够让我心烦了，所以我不好意思的解释，阿姨，等月月离开，我们办了酒席，到时候再叫你妈也不迟。没想到婆婆的脸色立马沉了，什么？你们还要再办一次？我点头，是啊，阿姨，我不想破头。不声不吭的就将自己给嫁出去。婆婆瘪了瘪嘴，眉头紧皱，小颖，真不是我说你，就上次你跑了那次，你知道我家花了多少钱吗？全都浪费了，我家哪有什么钱，再让你糟蹋一次，听我的，反正都扯证了，你直接搬来我家就好了。他这是在指责我，还有，他家不是在老家吗？他指的是我那套暂时拿给范泽办公居住的房子，那什么时候变成他家了？阿姨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心情，你好好想起来。说句冒昧的话，要是你结婚的时候发现你丈夫还有一个妻子，你还会愿意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跟他结婚？婆婆满脸无所谓的点头，当然了，多个人和我一起还能分担一些，为什么不愿意？我听着反胃，一脸无奈，我不愿意。阿姨，办酒席这种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不过之前那次酒席的损失，我会赔偿给你一半。婆婆动了我眼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，但最后只是黑着脸走了。回家的时候，范泽也回来了。我听说我妈今天来找你了，她说话有些小心翼翼，不住的打量着我的表情，我也有些生气，但错不在她，所以语气平和。说不让办酒席，她问我怎么说的，我瞥了她一眼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事情没办法商量。她一副被噎住的表情，笑起来时有些勉强。当然了，不能委屈宝贝你嘛。月月呢？走了吗？她抱着我，当然走了，不然怎么有空来找你？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味入鼻，我靠在她肩头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办酒席？你看吧，什么时候合适？夜里正准备睡觉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我闺蜜发来的信息。有件事情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得跟你讲一声。我今天看到范泽送一个女的去车站了，应该是月月吧，毕竟人家不是也等了她好多年吗？送她离开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于是我就将月月的事情跟她讲了一下，然后发了个表情。我原本想活跃下气氛，可看到她的下一句话，我笑不出来了。什么？你说那女孩会心甘情愿给别人当小老婆，一点也不像啊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像，她直接传给了我一张她今天偷拍的照片。画面中，月月穿着一件眼熟的黑色格子外套，搭配着半身裙，看到她拎着的包包时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这不都是限量款吗？我记得她之前穿着普通的带有点土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时髦了？她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？难道一个大胆的猜测从我脑海中产生？我找了一下范泽的手机，半天没找到，最后是在他的枕头下面找到的。我蹑手蹑脚拿了出来，打开他的手机，刚好有一条未读信息。那你可要记得哦，等他把钱全都给你了，你就马上娶我，人家一天也不想等了。郑如意给了我巨大的视觉冲击，我一口气差点没掉上来，对方没有备注。我看了一下头像，尽管差别很大，我还是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月月吗？翻了一下前面的记录，我瞬意全无，原来这个月月根本就不是范泽老家的，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三，他们一直瞒着我在偷偷交往，而范泽和我马上要结婚了，月有些坐不住了，不愿意看他娶另一个女人。至于因为范泽虽然喜欢月月，但舍不得我的钱，所以一边哄着月月，一边又想和我结婚。
月月当然不肯了，说什么要敢和我结婚，就要和我摊牌的话，范泽急了，只能和他妈一商量，想出这么个法子，先和我领证，让结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，等到酒席开始，就让他妈领着月月登场。如果我能承认月月，那是最好不过了，如果我不承认，就先哄着我把酒席办完，等事后再说，我好歹有点心理建设，软磨硬泡总会答应的。只是他们没想到我的态度这么坚决，所以他们一合计就打算让月月先回去，让范泽先和我过上几年，期间想办法渗透我的资产，等钱一到手，他就和我离婚，再娶月月。月月虽然知道这是最优己，但始终不甘心，所以才去我爸妈家闹了一通。过后，范泽将月月给数落了一通，他终于答应回家了。除了震惊、愤怒和几乎可以忽略的伤心，我还觉得有些好笑。月月和范泽竟然饥不择食到这种地步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开始创业，在同龄人当中算是最先实现财富自由的。不过去年行情很艰难，我亏损了不少，只是这些事情我都没告诉过范泽。我想应该是时候了。拍了照片后，我放下了他的手机。我从未想过，陪伴了我这么多年的男人，竟然藏着这么一颗狼子野心。想了想，倒也不怪他阴险，是我自己蠢。其实范泽是有过无数破绽的，就比如从来不用香水的他，身上那股莫名的栀子花香味，那不正是我在月月身上闻到过的吗？我知道了，萧宁，我记得你朋友挺多的，能不能拜托他帮我查点事情？闺蜜问我是什么，说出拜托的事情，他发了个 OK 的表情，一定给你搞定。我背对着范泽睡了过去，醒来的时候，范泽已经不在我旁边了。我给他发了信息，公司新开发的项目出问题了，我马上要过去一趟，估计1个多月不会回家，烦死了。这次至少亏7位数，他回消息的速度很快，从没有过得快，是吗？亏这么多，没事吧？损失都能挽回吧？我发了个哭泣的表情，悬啊，我先过去一趟，你就来这边房子住吧。我今天买了几只兔子，每天都要打理的，你给我好好喂着。他答应了，我找了个酒店住下，看着西安上监控的画面中，范泽带着月月进了我家大门，我满意的笑了起来。夜里我给范泽发消息，完了，挽救不了了，新项目不仅要泡汤了，总公司也受到了影响。看着监控中的他，急得上蹿下跳，发来的文字却满是关怀，我冷笑不已。没事，钱什么的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。放下手机，他把消息告诉了月月，两个人商量的对策。月月说，反正我已经没钱了，要不然趁现在离婚，反正这么多年，他也给了你不少钱，捞够了，走了也不算亏。范泽的眼眸深沉，不知在想什么，最后摇了摇头，不，一个项目而已，我不信他真没钱了，就算是只剩下几十万，我也全都要，野心挺大的嘛，可惜了，能力太小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又给范泽发了短信，老公，完了，我破产了，恐怕还得吃官司，我可能要用。果然监控中的范泽猛然从床上翻身而起，这瓜婆娘，钱没到了，还带了一身债。原本被吵醒的月月满脸的不耐烦，在听到这句话后瞬间瘫然，这次我们是真的什么捏得不到了。泽哥，离婚吧，我存了一些钱，够以后买个门面做生意了。范泽眼里冒着火光，一拳砸在杯褥上，气愤道，我不甘心。是啊，他当然不甘心了，他从大二开始就追求我，和我在一起过后，了解他家境不富裕的我，主动承包了他的衣食住行，担心他平时太过节俭，我还额外给他3000的零花钱。毕业后，我又安排他进合作伙伴，他这一路顺风顺水，再从没有过窘迫局促的生活，怎么会愿意回到之前那种节衣缩食的日子呢？只是他玩忘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给他的，不是靠他自己的双手打拼来的。月月还在劝，范泽低着头不言不语。我又发了一条信息，老公，你不会不要我吧？他沉着脸回复我，当然不会，我喜欢的是你的人，又不是你的钱。我笑得肚子疼。那好，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，我们从头做起，我马上把现在的房子都抵押出去，虽然会有些辛苦，但我相信你。他脸色难看到的，没再回我的消息。我拜托闺蜜查的事情有了眉目，原来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，只是因为两个人都太普通了，在学校也没什么存在感，而他们比较低调，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后来因为月月看上了一个名牌包，闹着要跟范泽要，他拿不出来，碰巧又在一场学术会上认识了已经在外工作的我，可能是看我穿的不错，到处去打听我的消息，期间也了解到了我不少的喜好，然后他就开始疯狂追求我，扮演暖心弟弟的形象，最后很少谈恋爱的我沦陷了，怪不得刚和我在一起的，他说什么妈妈生病了，我给了他几万，原来他说原来是为了给另一个女人买包。不过我承认我最开始是很喜欢他的，可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就这样，我看着两个人在我的房子里喝水吃饭，每天听着他们商量怎么对付我。自个，其实我有点担心，你不会和他结婚了以后真的就和他过一辈子了吧？月月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冷哼了一声，怎么可能？看到他我都觉得恶心。月月捂着嘴细细的笑了几声，也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这么多年那么多的感情不过是一场盛大的甜蜜烟花瓦了，我也不太觉得难过，相反我还有些感激他。等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给范泽发了消息，我要回去了。到家后，现场当然已经被他们打扫得滴水不漏，我抱着范泽的脖子，满脸腿软的样子，老公，你真好，幸好你不是那种贪财的渣男。他将我扯开，笑了笑说道，宝贝，这次具体亏了多少？按照一开始就想好的说辞，在我一番精湛的表演后，加上几张准备多时的余额和负债截图，我成功让他相信了。现在的我一毛不剩，还欠了一身的债，咱们收拾收拾吧，明天下午银行就该过来收房子了。他表情管理有些失控，怎么也笑不出来了。我握着他的手，渣渣。
还演道，你别担心，我之前有段时间不是赚了挺多的钱吗？我都换成了金条，现在就藏在我祖母的老家，谁也不知道的。明天有些忙，等后天上午我就去取出来，换成钱，虽然还不清欠款，但也能留点再做生意。果不其然，提到我还有金条的时候，他眼里的光瞬间亮了起来，他有些激动，手掌轻抖。真的，我点头，不过我很久没去过了，这段时间下了大雨，说不定金条都被雨水冲出来了，明早我得快点去。好，他点头时笑意都快躲藏不住。你别急呀，一切还有我呢。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我也谋成了，金条果然不见了。从老家回来的我，看着路上袋里，月月和范泽小心翼翼的撬门，一点也没惊讶，我都已经亏都哭啥都不剩了，他们自然没有那个时间再来等我东山再起。此刻看着风尘仆仆却佯装没事人的范泽，我哭了起来。老公，对不起，金条好像不见了，怎么办啊？他抱着我，低声安慰，没事的，我只在意你。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老公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我钱不多了，先租个房子吧。我去租了个小房子，合租的那种，连个单独的洗手间。事情办好之后，我给范泽打电话，让他把东西搬过来。他拎着东西，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打开门咯吱一声后，大门瞬间倒在地上。他的脸色变了，又是尴尬，又是嫌弃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他摆摆手，看着他强装镇定的样子，我心里略开了花。所以，我不停地给他找事，不仅让他给我洗衣做饭，清晨还让他去替我倒夜壶，可能是怕我发现什么，他始终也没敢拒绝。终于，他有些忍不了了。宝贝，我过后可能会很忙。过后，他很少再回家，后来又以工作很忙，要赚钱养我为依。推到了办酒席的事情，他还说怕我心情不好，叫他妈过来陪我。放心吧，我妈人很好的，她很爱我，肯定也会喜欢你的，你们和谐相处，千万不要产生矛盾。当然我很难办的。这个时候他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，过后我才知道他妈到底是有多喜欢我。婆婆搬来的时候带了一大堆东西，也不找搬家公司，到了我楼底下，一通电话，颐指气使，林颖，我到你家楼底下了，快点下来接我。下去的时候，婆婆脸色黑沉默，要不是人多，看架势她还想上来扭我到耳朵，你怎么搞的？我一手慢脚的在家磨蹭什么呢？懒成这样子，也就我儿子眼睛瞎，看上你，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打我一个措手不及。但我大概能想到，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，所以我好好道歉，然后认命一般，将他的东西吸收，抗上楼。不过他依旧不满足，刚到了房间，不是抱怨我这里做的不好，就是那里做的不对，要么让我给他端茶倒水，要么就是上手按摩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？老娘不是说了吗？要热茶热茶，这都凉了，你爸妈没教过，怎么伺候人是不是？现在在家里等着我儿子养你，我儿子的好处。小运都是被你给败光了，我十分委屈的样子，低着头抹眼泪。阿姨，您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突然的顶嘴，让妈的上瘾的她愣住了，很快她反应了过来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吗？于是她干脆一脚踢翻了面前的茶杯，双手叉腰，我骂你，你就得听着，还学会顶嘴了。我猛然站了起来，阿姨，你说我可以，请不要说我的家人，我是真的生气。她冷笑一声，一副你来打我呀的模样，我就说了，怎么的？我当然敢了，一巴掌，我是用了时辰的力气，甩得她原地方力圈。他不可思议地盯着我，突然发了狂，伸出手就要来揪我的头发，我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一把拽住他的手腕，我狠狠一推，他正好砸在门框上，哎呦一声，他揉了揉脑袋，迅速掏出手机，哭哭啼啼地给范泽打电话，儿子，你快过来，你这媳妇要疯了。10分钟内，预谋已久的范泽就赶了过来，他沉着脸，大声质问我，林颖，我好心好意让我妈过来照顾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妈的吗？他就算做了再多错事，你也不能打他呀。我沉默的时候，他的下一句台词已经出来了。好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这样对我妈，以后也不可能指望你孝敬她。我就这么一个妈，含辛茹苦给我养大，我要是娶了你，对不起我离世的父亲。林颖，我们离婚吧。看着他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无比寒凉。那个我曾经也喜欢过的少年，原来只是一匹披着人皮的狼。至此，我心中的最后一抹念想也灰飞烟灭。贾一婉留了几句，他当然很坚定。最后我叹了声气，好吧，离婚吧。我在爸妈家里接到了范泽的电话，我在民政局门口，你在哪呢？我喝一口咖啡，老公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叫你老公了，范泽，打了你妈是我不对，为了补偿你，我想，要不然我们诉讼离婚吧。他愣了一秒，皱起眉头，为什么要诉讼离婚？我叹息道，你想啊，我现在欠了一身的债，要是直接离婚，说不定你也会分担到债务的，诉讼离婚的话，我可以提出自己承担债务，你就不用替我还债了。他沉默了一会，声音带着哽咽，对不起，林颖，我妈非要让我和你离婚，我说没关系的。最后他再说出一大堆，但我一点也没感觉动情。我知道他一定在电话那边快把牙齿都笑掉，毕竟我这么笨的女人可不多见了呀。法庭上在问到财产分配问题的时候，都还没念到我名下的资产时，反则便迫不及待地说到都给他。法官周眉动了他一眼，口头警告后说道，这都属于被告方婚前财产，不用分割。就在快要宣判的时候，我的律师站了起来，法官你好，我的当事人还有证据没说过，没有提供。在范泽疑惑的眼神中，他和月月的聊天记录，以及在我家的现场直播画面都被递交给了法官。最后的结果当然和我所料一样，他婚内出轨，结婚后所有收入全都判给了我。他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当场给我吃了。不过更让他生气的事情还在后头。出了法庭，他拦在我前面，眼里猩红，双拳紧握，
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他咬牙切齿地说着，而我始终风轻云淡，当然不让你以为我会破产，走投无路和你离婚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指着我的鼻子，想你。行了，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本事，林颖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笑了，我可能等不了太久，后天法院会给你传票。他错了的眼神中，我已经上了车，第二次来法庭，说我告他行窃，金条是我在婚前便购买的，的确是为了防务室之需，当时的发票我依旧还留着。于是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惊讶起愤怒的范泽当庭尖叫起来，阴谋，这全都是他的阴谋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想偷的，是他诱导我去的，证据呢？他根本就没有，所以最后他因为盗窃罪，且盗窃金额巨大，被判处了5年，并在一定时间内交付所有的赃物，且缴纳罚款，但他交不出来了。他那个女朋友月月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他那一身的名牌我就知道，一夜暴富的他们一定会贪婪的享受这一笔意外之财，毕竟除了习惯，他们也害怕被发现嘛。果不其然，金条已经少了20几根。至于和他一起花钱的月月，不知是从哪里听到了风声，躲了起来，足足1个月都没找到。事发之后，李母来找过我一次，她低着头弯着腰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，仿佛之前那个颐指气使的人并不是他。涵涵，阿姨想请你吃顿饭，你现在有没有时间？她满脸疼。红，妈撒着双掌，干笑着说道，阿姨错了，阿姨当时是身体不好，脑子乱了才乱讲话的，你原谅阿姨好不好？我笑了起来，你现在才是脑子不好乱讲话，我还是喜欢你之前的嚣张高傲的样子。她笑不出来了，说话有些吃力。涵涵，阿姨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的，你看我们小子跟你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感情多好啊，现在就算是要离婚了，也别做得这么过分是吧？是啊，至少也在一起了5年多了，可惜他追我的时候目的就不纯，这种感情想起来只会让我觉得生理不适，所以我就回了他一个字，滚。林母脸红到了耳根，瞪了我一眼，干脆直接坐在地上，提了着他那个破锣鼓嗓子，你这个畜生害了我儿子坐牢，以后出来他要怎么活呀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他跟你在一起了5年，浪费了青春和时间，他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？几句话成功吸引了不知情路人的视线，越多人看，他好像就越兴奋，声音也大了起来。现在还害了我儿子去坐牢，我们一家人就终被你给毁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赔我儿子的前程，我当然不会惯着他了，我直接打电话叫了保安过来，让他们一人拿着。他拿这个大喇叭，这个老太婆和儿子小三一起骗人财产，骗不到就偷，坐牢了就来闹。大家快来看这个老太婆，所有人都将嘲讽的眼神投向了林母，真不要脸，这还敢来人家公司闹呢？要是我早就找地方钻下去了。他长大嘴巴看着这一切，脸红得像是烂番茄，不过他只能震惊加无可奈何。最后在一片叫骂声中，他夹着尾巴走了。范泽在狱中的时候请求和我见面，我去了，隔着厚重的玻璃窗，他暗淡无光的眼睛，小贝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有些无语，呵呵一笑，有什么事？他眼睛一红，竟然掉下泪来，当初是我不懂事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和月月在一起的。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我跟他在一起不过是走过场，你知道的，他很粘人，我怕跟他分手，他就跟你摊牌，我只是为了留下你才会这么糊涂。他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，说到最后竟然开始抱头痛哭，可我只觉得心中无比痛快。范泽，你这些话拿去，你自己就好了，记得出来的时候别吃软饭了，靠自己挣的钱花起来不更放心吗？他哭的声音都哑了，林莹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隔着玻璃，我朝他笑了笑，下辈子吧，你这辈子太脏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有洁癖。说吧，我转身就走，不再看他一眼，我也要去奔赴我的新生活了。全文完。